1979年，一个寒冷的清晨，韩国首尔的街道异常宁静。突然间，坦克和装甲车的轰鸣声打破了晨曦的宁静。一个新的时代在军队的铁蹄下缓缓拉开序幕。这一年，陆军少将全斗焕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在政变的背后，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化。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1979年这场改变韩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韩国正处于冷战的前沿，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交织在一起。全斗焕的崛起不仅仅是个人野心的体现，更是国内外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那么，全斗焕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军官成为国家的实际掌控者的呢？他的崛起对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又有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看到这部分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做了个投票贴，欢迎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广大网友看到该有的普世价值观。投票地址置顶在评论区。在全斗焕崛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个时代的韩国社会环境。1970年代的韩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也伴随着阶层矛盾和社会不满的加剧。这一时期，韩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与日俱增。然而，韩国的政治环境并未能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当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威权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全斗焕的军事政变不仅是对权力的一次简单夺取，更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政变之后，全斗焕迅速控制了国家的重要机构，开始了对政府的全面改革。全斗焕的统治方式体现了那个时代韩国政治的特点，他强调军事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稳固其统治基础。在他的领导下，韩国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对政治自由和民主价值的牺牲。这一时期，韩国社会的自由被严重压制，政治意见者常常遭到打压。全斗焕政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冷战的背景下，韩国位于东亚的战略要地，其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于区域的安全格局至关重要。全斗焕在对内强化威权统治的同时，也积极与外界建立联系，尤其是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以确保韩国在冷战格局中的安全与利益。但全斗焕的统治并非没有挑战，国内外对其威权统治和人权纪录的批评日益增加。在韩国国内，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活动频频发生。这些抗议活动虽然遭到了政府的镇压，但也显示了韩国社会深层次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渴望。全斗焕政权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改革。全斗焕时期的韩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时代。一方面，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政治的压抑和社会的不公却也酝酿着深层的危机。这一时期的历史不仅仅是全斗焕一个人的故事，更是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在冷战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交织下的缩影。全斗焕的政变和随后的统治，既是他个人野心和能力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韩国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韩国社会的变迁。随着全斗焕政权的稳固，韩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加剧。尽管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但社会的不平等和政治的压制却日益成为国民不满的焦点。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中，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渴望开始转化为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时期，韩国的民主运动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全斗焕政权对民主运动的回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通过经济改革和国际合作来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例如，他推动了一系列的经济开放政策，加强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合作。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全斗焕政权对内部的政治压制却日益严厉。
政府频繁地使用警察和军队来镇压民主运动和抗议活动，许多政治意见者被逮捕或被迫流亡。1980年，光州事件成为了全斗焕政权镇压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在这一事件中，政府军队对抗议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导致了大量的伤亡。光州事件在韩国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成为了全斗焕政权人权记录上的一个污点。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分裂，也使得全斗焕政权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谴责。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全斗焕政权开始逐渐放松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1980年代中期，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运动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政治改革，包括放宽对政治活动的限制，释放政治犯以及实施更加开放的选举制度。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矛盾，也为韩国后来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然而，全斗焕政权的政治改革并未能完全解决韩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不透明以及社会的不公仍然是韩国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此外，全斗焕个人的权力地位也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受到了挑战。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全斗焕的威权统治逐渐受到限制，他的政治生涯也开始走向衰落。全斗焕时代的韩国是一个充满变革和矛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韩国不仅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经历了从威权统治到民主化的艰难转型。这一时期的历史不仅揭示了全斗焕个人的政治生涯，更反映了韩国社会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韩国乃至东亚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随着全斗焕时代的结束，韩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着韩国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这一转变虽然艰难，却也显示了韩国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坚定追求。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压制和社会动荡后，韩国社会开始重视法治、人权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些变化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改革，更是文化和社会认知的转型。全斗焕时代的遗产在韩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方面，他在位期间的经济政策为韩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他的威权统治和对民主运动的压制也成为韩国政治历史上无法忽视的一部分。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影响了韩国政治的发展轨迹，也深深影响了韩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在全斗焕之后，韩国逐步走向了更加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政府开始重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法治和透明度也逐渐成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这些改革为韩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一个民主、现代的国家形象。在回顾全斗焕时代的历史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更看到了一个国家在面对挑战时的成长和适应。韩国的经验表明，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的繁荣，更需要政治的公正和社会的和谐。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实力上，更体现在其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成熟和进步上。全斗焕时代的历史教训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成为了国际共同关注的问题。韩国在面对历史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智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追求发展的同时，维护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权是每一个国家持续繁荣的关键。最后，通过深入分析全斗焕时代，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韩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段历史不仅仅是韩国的历史，更是整个东亚乃至世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进程是由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
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在其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方向。韩国从全斗焕时代走来，展现了一个国家如何在变革中成长，在挑战中寻找机遇，最终走向一个更加公正、开放和繁荣的未来。